最近美军开始在关岛附近海域和菲律宾附近海域大张旗鼓纠结英、澳、印和日等5国举行军演，如此形势是想震慑中国吗？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从今年7月开始，美军针对中国的大型军演就没有停过，先后在太平洋举行了几场大规模军演，意图震慑中国，但是我们丝毫没有受到美方的任何影响。于是美军开始在关岛附近海域和菲律宾附近海域大张旗鼓纠结英、澳、印和日等5国举行军演，震慑中国。只能说美方现在已经沦落到要拉拢这么多小弟来同时吓唬中国了。这次我军同样未受其影响，甚至3大舰队同时开展大规模实战演习，2支分舰队绕过日本前出西太平洋。此举被西方媒体解读为是中国方面的警告信号。但是美国并未收敛，近日在中美天津会谈之际，美国大举增兵西太平洋。此次美国海军兴师动众，动员了大批的海空力量前往亚太地区部署。根据南海事态战略感知的卫星照片和美国海军的公开数据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从8月底，美国海军向西太增派了一支尼米兹级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。此航母时隔10几年首次部署亚太地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卡尔文森号航母是美国海军第一个部署 F-35C 隐形战机的航母。F-35C 目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5代舰载战斗机，有着出众的航程和战斗力。此前的美国航母仅仅以非隐身的 FA-18EF 超级大黄蜂为航母的主要战力。这次在卡尔文森号航母的 F-35C 为147中队，该中队有12架 F-35 战斗机，规模不小。不仅如此，此航母战斗群的护航也堪称豪华，拥有1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，6艘伯克级宙斯盾大舰，仅就这一支舰队的总吨位就达到了 16.5 万吨之多，阵容可谓空前庞大。目前卡尔文森号正在东京以南游弋，就这美军还嫌兵力不足，甚至还增派了1艘埃塞克斯2栖攻击舰打击群前往中国附近海域。按照推算，现在已经从菲律宾北部岛屿附近前往中国南海。在日本南部的佐世保海军基地，则停泊着刚刚从冲绳基地赶来的大型2栖攻击舰美国号。此舰和上面的埃塞克斯2栖攻击舰虽然名义上是2栖攻击舰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不折不扣的航母。这2舰都能部署垂直短距起降的 F-35B 型战机，可搭载12架以上的 F-35B 型战机，以执行和航母一样的作战任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美国号距离中国上海仅仅800千米，而其搭载的 F-35B 战机的作战半径为900千米。这意味着我方东南沿海的城市在美国舰载隐形战斗机打击范围之内。美国此举震慑意味明显，值得警惕。而且不光是美国人跑来刷存在感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2个月前从黑海到亚太地区，屁股就没挪动窝，一直在积极地配合美国海军举行军演。刚刚和美日在南海以南地区完成联合军演，现在又跑去和韩国海军进行联合军演。要知道，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有着100多感染新冠病号呢，就这样还不回去隔离医治，可见英国人心真是大。专家分析，美国集结起4艘航母、准航母，要不是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前往阿富汗协助美军在阿的撤离工作，那么我方就要面对美方共计5艘航母的庞大力量，主要就是进一步威慑中国。毕竟美国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大搞航母外交，但是这一招对付中国还真是不太管用。航母外交这种固有的观念早就过时了，美方仅仅想凭借几艘航母就能吓倒中国，实在是过于天真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狼来了就得备好打狗棍。现阶段我方应对美国的航母威胁，实际上可以采用类似2020年我军采用的办法，就是进行反舰导弹的试射，成功的命中2000公里以外的靶标，给予美军极大的震慑。
再然后就是可以把一些反舰弹道导弹放置在南部岛礁岛屿之上，诱骗美国航母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。同时也可以给他们提个醒，让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，在西太平洋这一块，美国就是来了10艘也不好使。如果美国胆敢挑衅，那么这航母基本上都得沉没。毕竟美国航母近几十年来在中国附近海域横行霸道惯了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战斗力，教会他们如何尊重他人。我们并不是软弱无能，但是如果美国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挑衅，那么最后失败的苦果可能还得美国人自己吞下去了。